老爸看我4岁还没女朋友，气得他一口气给我定下了5门娃娃亲，让我长大后选一位当未婚妻。10年过去了，楚家5个小姐得知之后都十分的不情愿，因为照片里我又傻又呆，妥妥的一个土包子。此刻，一个农村小镇前停了各种豪车，从车上分别下来了5个精致漂亮的女人，这一幕实在是震撼。刚下车，老五楚佑熙忍不住吐槽：“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又脏又热。”老四楚静怡也是心中不满：“真是服了，爸爸怎么让一个乡巴佬选我们当未婚妻，还让我们亲自来这鬼地方见？要不是楚父的命令，我们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？”说话的正是老三楚诗瑶。好了，别抱怨了，去敲门吧。开口的正是大姐楚婉清，她精致的面容上同样浮现出一抹不悦。楚佑熙敲了敲门，过了半天门才打开，眼前的男子面容清俊，浑身散发出的高雅气质远超出他们的想象。楚佑熙被惊呆了。我们来找秦泽，请问他在吗？你们就是楚家小姐吧？你们稍等会儿，我去拿行李。哎，我去，这跟爸爸给我们看的完全不一样啊！这时二姐楚双宁出声调侃：“你喜欢？那让他选你做未婚妻。”我才不要，长得帅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个乡巴佬。放心，我也不会看上你这个身材还没长齐的小丫头。随后我不理会楚佑熙吃瘪的表情，提了行李直接上车了。我随便上了一辆车，开车的正是大姐楚婉清，车内只有我们2人。2个月前父亲因病离世，这次去楚家我一直都很是抗拒，就当完成父亲的遗愿吧。我早就知道父亲与好友楚府定下了婚姻，也只能答应前往楚家。一路无言抵达江城，车子在一栋豪华别墅前停了下来，我跟着5人一起走进去，只见沙发上正坐着一名贵妇。妈，我们回来了，去那种破地方真是累死了。楚母目光看向我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怎么不像照片那般又丑又胖，反倒是还很帅气？你就是秦泽吧？为了娶到我们楚家千金还去整容，你可真是费尽心思。这场婚姻是楚父当年定下来的，整个楚家都没人赞同。阿姨，我没有整容。楚母冷哼了一声。李管家将箱子打开，检查检查。阿姨，这是我的东西。我自然知道这是你的东西，像你这种小地方来的，要带了什么危险的东西可不好。我的东西谁也不能碰。楚母站起身来，神色带着一丝怒意。我看你果然带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保镖给我拿下他。话音落下，4、5个保镖就往这边走来。就在保镖准备动手时，门口一道雄厚的声音传来：“住手！”是楚父回来了。他急急忙忙走上前：“秦泽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公司有个会议，这才耽搁了。”楚叔叔，我没事。楚父转头看向楚母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秦泽刚来到家里，就这般对他。”我怎么了？我不过就是想看看他有没有带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进来。楚母气呼呼丢下一句话，就转身朝楼上走去了。楚父叹了口气：“不好意思，秦泽，阿姨可能对你有些误会，叔叔会向他解释清楚的。”没关系，这些年对我有偏见的人多了去了。楚父听后大笑起来：“果然是秦昊天的儿子，不错。”只听楚父又对着家里所有人交代道：“以后秦泽就在这住下，他父亲对我有恩，你们都不许对他不敬，也不能看着他被人欺负。”5千金一脸沉默。父亲怎么就这么喜欢这个秦泽呢？一番寒暄后，楚父又带着我去看房间，屋内很是宽敞明亮。以后你就住这，如果不喜欢，我叫人重新给你装。谢谢叔叔，我很喜欢。看着面前的男人，我情绪复杂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去世的父亲。见我神色暗淡了下来，楚父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一路上也累了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到了晚饭时间我叫你。”我点了点头。很快1天就过去了。第2天我醒来的时候，5位小姐正在餐桌吃着早饭。昨晚父亲已经交代，让我们今日带秦泽到江城逛逛。这时我刚刚坐下来，我公司今天有会议，让他们4个带你出去吧。说完，他放下餐具，起身直接离开。3姐楚诗瑶也站起身：“我今天临时有个演出，也得先走了。”剩下的其余4人紧跟依次离开了。我也没多说什么，继续埋头吃早餐。傍晚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。你是不是来江城了？你来江城都不告诉我，我不管，你现在马上出来跟我吃饭。来电的正是我的小青梅，我们一同来到了一家高档酒吧。泽哥，楚家没人欺负你吧？放心，谁能欺负我？也是，你不欺负别人就算了，谁能欺负得了你？那你真打算和楚家的人订婚啊？不知道，要不是我父亲，我不会来到楚家的。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2人正在1楼的酒吧大厅，完全没注意到2楼卡座一直有人在盯着他们。此人正是苏婉清。旁边好友不由开口调侃道：“我们苏大小姐，这是铁树开花了呀，长得确实帅啊，要不我给你需要联系方式。等等，他边上那是顾梦琪吧？”“顾梦琪？”“对啊，听说他可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。不过婉清姐，你肯定比他强多了，定能将这帅气哥的拿下。”你话太多了。楚婉清冷淡的开口，随后再次看向了楼下的我，眸光之中带着一丝疑惑。这个男人才刚来到江城，怎么会认识顾清寒？这时候，只见顾梦琪起身离开了座位，很快就有一名贵妇端着酒杯朝我走来。帅哥，
交个朋友，一起喝一杯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我不缺朋友。贵妇面色一僵，随即笑着开口道：交个朋友，你今天的消费姐请了怎么样？不用。贵妇顿时恼羞成怒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姐有钱有势，小心我让你出不了这个门。而此时坐在楼上的楚婉清正在看着这边的一举一动，对面的宋茜也察觉到她的表情。婉清姐，那贵妇可不是一般人能惹得起的，看来你的猎物要被别人带走了。此时贵妇抬起手想要给我一巴掌，楚婉清皱了皱眉，起身准备朝楼下走去，打算亮明身份来帮助我。你敢！这霸气雄厚的声音正是顾梦琪发出的。老爸看我4岁还没女朋友，气得他一口气给我定下了午门娃娃亲，让我长大后选一位当未婚妻。10年过去了，楚家5个小姐得知之后都十分的不情愿。贵妇抬起手，正当要给我一巴掌时，顾梦琪突然出现。贵妇知道她的身份，不由吓了一跳。原来是顾总朋友，是我小人看人低，是我该死，希望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跟小的计较。哼，秦泽，交给你处理。我心情被影响了，也没意思继续待下去。你走吧。贵妇连忙道歉离开。2楼的楚婉清也看着这一幕，这个秦泽不简单啊，竟然身边有顾梦琪这样的大人物。和顾梦琪道别之后，我离开了酒吧。正当我准备打车时，一辆红色的库里南停在了我的面前，我这才注意到车上的女人竟是楚婉清。上车。上车后，我顿了顿，不可能这么巧吧？他刚刚也在那个酒吧，我和朋友过来玩的，你也是吗？楚婉清淡淡点头，没说话，一路无言。2人最终都没有将心中的疑惑问出。这时家里，楚母一脸不悦的表情。装什么清高呢？他来我们楚家不就是贪图那点钱吗？够了！我说的不是实话吗？吼我干嘛？才刚来江城，第2天就出去玩的这么晚，也不知道和哪个女人鬼混。这样的男人怎么能娶我们楚家的女儿？我相信他的为人。不过楚府的确担心我的安危，正准备打电话问问。这时我和楚婉清走了进来。原来婉清是和秦泽在一起啊！楚婉清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否认。秦泽，关于婚姻的事情，叔叔打算让你和我5个女儿都轮流相处一下，到时候你看觉得谁合适，再把事情定下来。好的，叔叔。楚母虽然不满，但她知道楚府的决定谁也改不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了。我一开门，竟然是楚婉清。收拾收拾，跟我去公司。去公司干嘛？对了，楚父让我和每个人轮流相处1天，今天从大姐楚婉清开始。一番收拾下来，我上了车。秦泽，我答应跟你相处只是因为爸爸，但我不会喜欢你，你也不用去了解我。我听后，整个人有了些精神。我这2天观察下来，我最中意的人就是你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女人目光闪过一丝不悦。我劝你别白费心思。我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抵达公司后，路过的员工都将目光放到了我们身上。总裁身边的那帅哥是谁？好帅啊！这气质一看，肯定是哪家豪门贵公子，他和楚总好般配啊！楚婉清将钥匙交给了保安亭的保安，这时我顿时一愣。德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穿保安服的大爷抬头也是一笑。小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楚婉清并没有过多理会，一个人进了公司。楚家的保镖都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。本以为这乡巴佬来到公司铁定一直黏着楚小姐，没想到在保安亭和保安聊了一上午，果然是个小地方来的，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人。这时的保安亭，德叔得知我来到公司的原因，顿时笑了笑。楚家5个小姐我都见过，要我说呀，最优秀的就是楚婉清。这些年她接手公司后，可是拿下了很多大项目，为人稳重又优秀，可以优先考虑考虑。一个冰山有什么可考虑的？在我眼里，楚婉清就很高了。德叔大笑起来，接着又聊起了楚家其他几人。助理，秦泽这1天都在干嘛？回楚总，他1天都在保安亭，就没出来过。楚婉清微微皱眉，这男人早上还说最中意的就是我，如今来到公司，却在保安亭待1天，这男人玩的什么把戏？去查一查德叔的背景，以及他和秦泽是什么关系，顺便把秦泽叫上来。好的，楚总。助理离开后，没过一会我就上来了。楚大小姐叫我来，什么事？你在保安室待了1天，爸知道后肯定会觉得不好。我听到这里又感到有些无语。行吧，是你自己叫我上来的，那我打扰到你的话，可别怪我。说完，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楚婉清不理会，拿起文件继续办公。只见沙发上面正玩着手机打游戏，音量似乎还调到了最大。楚婉清微微皱眉：你怎么比送外卖还能送啊？上手玩吧，别用脚玩了。楚婉清顿时无语，骂人骂得还挺优雅。就在此时，我和对面对骂了起来。楚婉清终于后悔将我带到办公室了。这个男人纯粹是来折磨自己的吧？游戏结束后，楚婉清的工作也弄完了。走吧。2人刚走到门口，助理就回来了。你先到车库等我，我随后来。好吧。总裁那德叔身份确实不一般，他在江城有很多市中心的房子和写字楼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身价几十亿的收租大爷，闲得无聊，所以才来当保安的。至于秦先生和他有什么关系，我暂时没有查到。闻言，楚婉清陷入沉思。秦泽怎么会在江城认识这么一个人？
再加上昨晚的顾梦琪，这个秦泽果然不简单。老爸看我4岁还没女朋友，气得他一口气给我定下了午门娃娃亲，让我长大后选一位当未婚妻。10年过去了，楚家5个小姐得知之后都十分的不情愿，为了将我逐出楚家，楚母暗中设局栽赃偷窃。不料我过敏体质，当众自证清白，更抖出他收买佣人的转账铁证。回到家中，楚家其余4人都在沙发上，还有一名与我年龄相仿的男人。婉柔回来了，快过来坐。楚婉清并没有理会他，江以诚脸上有些失落，随即又看向了我。你就是秦泽吧？我是江以诚，和楚婉清是青梅竹马。我早已将男人的小心思看穿。你好。对了，阿成，我前些日子知道你要回来，特意逛街买了不少东西，阿姨上去拿给你。江家和楚家是世交，楚父楚母对待江以诚也是很客气。就当楚母下楼后，一脸不悦地看向楚府。我柜子里的那个盒子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们有没有拿？楚母看向了5个女儿，见几人都摇了摇头。江以诚小心地开口道：“该不会被偷了吧？”谁胆子那么大？现在把东西交出来，滚出楚家还来得及，否则就等着进监狱吧。见无人承认，楚母即刻开口道：“管家，给我每个房间好好搜查。”我正在玩着手机，听到这话，顿时兴趣来了。1小时之后，管家带人搜了几个佣人的房间。太太，除了小姐，还有秦先生的房间没搜过。此时，一名佣人也站了出来。太太，我们昨天讨论监控坏了的时候，秦先生正好经过。下午的时候，我还看到他从您的房间走出来。秦泽一脸懵逼，我操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不是明摆的是说我偷的吗？闻言，楚母顿时满脸怒气。秦泽，你表面装清高，背地里干这种下三滥的事情是吧？管家立刻去给我搜他的房间。楚府立马站了出来，胡说八道！秦泽怎么可能是那种人？你以为你有多了解他？这种小地方来的人，什么事干不出来？何况昨天下午就他一个人在家里，逃不了嫌疑。我一脸平静，没事的，楚叔叔，让他们搜吧。从事发之后，我就察觉到了，这是一场面向自己的阴谋。至于谁是主谋，我想很快就会知道。我看向了指证自己的佣人，冰冷的开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佣人不理解我为何这么问。我叫周婷。我并未进过楚母的房间，这人为何要无端污蔑自己？我随即打开手机查询些什么。很快，管家走了下来。先生太太，我们在秦先生房间找到了这些东西。只见一个木盒子内装着一条玉石手串，正是楚母丢失的东西。众人都惊呆了，竟然真的在秦泽房间找到了。楚时远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看看你给女儿找的是什么男人，小地方来的就算了，手脚还不干净。不可能是秦泽做的。是啊，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江以诚也在一旁惺惺作态。就在这时候，楚婉清站了出来。爸妈，让周叔叔来鉴定一下指纹吧。如果是秦泽做的，珠宝上定然会有他的指纹。楚父点了点头，打电话叫来周警官。如果东西是秦泽偷的，他必须解除婚约，离开楚家。东西不是我偷的。我仔细回想，卧室门把手昨天似乎被人贴了一层膜，今天就不见了。手串上的指纹大概就来自那里。经过周警官的验证，玉石上果然有我的指纹，证据就摆在眼前，你还想怎么解释？放心，我有办法证明自己。阿姨，这手串借我用用。众人不理解我的意思，只见我无比坦然，拿起桌子上的手串戴在了自己手上。灯光的照射之下，戴着玉石手串的手腕顷刻间就变得红肿起来，瘙痒和难受占据了我的大脑，但我仿佛不在乎。阿姨，这玉买的确实不错，我这体质碰到越好的玉，过敏越是严重。傻孩子，知道对玉过敏，你怎么还去碰？快摘下来！我看着楚母，冷冷一笑，这些症状没个3天是不会好的，所以东西不是我偷的。楚母依旧是不依不饶，说不定你是戴着手套拿的。戴着手套，手串上怎么会有我的指纹？楚母顿时语塞，我触碰到玉就会过敏，而且手上之前并未任何症状，明眼人此时都能看得出来，这是一场针对我的嫁祸。好了，我解释完了。如果是其他的东西，说不定我还真百口莫辩。阿姨，现在我想问问，你为何会在昨日给周婷赚了20万块？周婷和楚母神色皆是一惊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从手机里翻出了一张图片，上面正是汇款的账单。我必然清楚，一个佣人没必要陷害自己，必然是被人收买了。看着账单，众人都很惊讶，似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只有楚婉清目光之中带着一丝疑惑，这个男人是如何查到这账单的？楚母支支吾吾解释，这是周婷家里母亲生病，向我预支工资。楚府叹了口气，周婷当初应聘的时候我在，她是个孤儿。秦泽，此事叔叔必然给你一个交代。楚婉清，你先带秦泽去医院处理一下。我点了点头，跟着楚婉清离开了。刚上车不久，就传来女人清冷的声音：“对不起。”我顿了顿，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这是在替楚母向自己道歉啊。我又笑了笑，没事，你们应该很失望吧？这计谋要是成功了，我就可以离开楚家了。对了，在此之前，你会觉得是我做的吗？楚婉清摇摇头，不是，你看起来没那么蠢。
老爸看我4岁还没女朋友，气得他一口气给我定下了午门娃娃亲，让我长大后选一位当未婚妻。经历楚母栽赃风波后，我一路无言的抵达医院。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候着。没过一会，楚婉清拿药就回来了。把手给我。我将手伸了出来，只见楚婉清替我将药膏涂抹在了伤口之上。疼吗？自然是有些疼的。我脸上依旧带着笑意。没想到你看起来高冷，其实还蛮体贴的。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你了呢。听着我调侃的话语，楚婉柔面色一红。我说过的，我不会喜欢你的。没意思，我自然是在开玩笑。楚家这5人，我可得慢慢观察。然后看着我起身的背影，楚婉清内心却莫名浮起一丝异样的感觉。而此时，楚父和楚母已经在房间里吵翻天了。楚婉如，秦泽还是个孩子，你为何要这样针对他？你为什么要把秦泽接到楚家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当初就与秦泽的父亲定下了婚约。婚约？一切都是借口吧？难道不是因为你曾喜欢过江寒萧？楚府顿时面色一僵。江寒萧正是我的母亲，当年父亲和楚父都追求着江寒萧，江寒萧最后还是选择了父亲。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都对他念念不忘，所以才会把秦泽接到我们家，对他如此之好？被我说中了吧？楚府叹了口气，江寒萧的事情早已经过去多年。当年我和秦泽的父亲一起出席慈善活动，突然遭受恐怖分子袭击，是他替我挡了一颗子弹导致的重大受伤。这么多年来，才会带着秦泽一直在镇上。秦泽父亲临走前交代我要好好照顾他。楚母神色顿时一僵，楚父则是陷入了那漫长的回忆之中。这时，我和楚婉清刚回到家，楚母竟然诚恳地开口道：“秦泽，之前的事情是我的错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。”没事，我也没放心上。我也没再计较，就上楼休息了。刚洗完澡，房门就被敲响，来人是楚母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跟你谈谈。秦泽，我现在接受你来到我们楚家，也同意让你娶我女儿，但他们5个人里，你不可以选择楚婉清。我微微一顿，为什么？婉清是我最优秀的女儿，我已经有满意的女婿人选，所以你离她远些。这话摆明了是说我不配，那满意的人估计就是江以诚了。我知道了，阿姨。楚母什么也没再说，离开了房间。第二天醒来，就轮到我和二姐楚双宁相处了。楚双宁是楚氏集团的副总，据说总喜欢和楚婉清作对。刚上车，楚双宁就开口问我：“你和婉清昨天相处的怎么样？”还不错。我告诉你啊，大姐这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心狠手辣，不近人情。我眸光闪过一丝笑意。那我选你。楚双宁顿时一僵，尴尬地笑了笑。别吧。抵达公司，楚双宁就忙着公事，我则又在保安亭待了一天。直到第3天，与我相处的是3姐楚诗瑶。楚诗瑶是一名娱乐圈拥有几千万粉丝的顶流，今天正是她出道10周年的日子。很快就到了晚上，随着众人一起前往了演唱会。演唱会开幕，楚诗瑶就以优美的歌声打动着所有听众。到了下一个环节，主持人缓缓走上台。今天是我们诗瑶10周年纪念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环节。接下来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粉丝上台来与诗瑶合唱。台下一片雷鸣般的掌声，粉丝们激动的嗓子都快喊哑了。只见台上转动的数字最终在26停了下来。绝了，秦泽，26是你呀！让我们欢迎26号的粉丝上台。怎么会这样巧呢？只见江以诚眼里藏不住的幸灾乐祸，看他怎么出丑。这乡里来的哪懂得什么叫音乐？小哥哥好帅气啊！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？秦泽，不过我五音不全，不会唱歌。顿时底下人议论纷纷。下来吧，别和我女神站在一起了，看着就丢人。秦泽，滚下去！我微微眯眼，我知道那些想看我笑话的人，现在心里别提有多少了。不过我最喜欢打脸了。我是不会唱这首歌，但我可以配乐。这首歌的音乐是钢琴演奏出来的。歌都不会唱，难道还会弹钢琴？那让我们安静下来，期待秦先生和诗瑶合作的歌曲。我缓缓地走向了钢琴架，场上也都安静了下来。我的心找不到。前奏一出，苏锦瑶有些惊讶，没想到还真的会弹。她也全神贯注，认真演唱的歌曲。我们呈现出的演奏无比默契。没想到秦泽的钢琴竟然弹得这么好，看样子应该是8级以上。一个弹奏，一个演唱，两人看起来还蛮般配的。虽是这般说，江以诚心里却恨极了。这体育馆是江氏旗下的，他在抽人环节动手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妈的，本想让这小子上台丢脸的，没想到让他装上了。老爸看我4岁还没女朋友，气得他一口气给我定下了午门娃娃亲，让我长大后选一位当未婚妻。舞台上，我和楚诗瑶呈现出的演奏无比默契，灯光的照射下，我整个人显得神秘而惊艳。楚婉清不由得目光看向了我，我和楚诗瑶同时在台上感觉莫名的不是滋味。一曲结束，台下响起一片掌声。我下台之后去了一趟洗手间，走出来的时候，只见门口站着一名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子，她戴着墨镜，看不清面容，但是身上的气质优雅高贵。你是秦泽吧？我很喜欢你刚才的演奏，送你的。女人将手中包裹好的花递给了我，我微微一愣。别人说不认识，只是很喜欢你的演奏。我走了。
再见。说完，女子转身离开，我愣在原地，心底里浮起一丝异样的感觉。2个小时后，演唱会结束，楚父楚母在家准备了晚餐为女儿庆祝生日。吹过蜡烛之后，众人都拿出了准备的礼物，有豪宅、珠宝、项链、游轮等各种东西都很是贵重。我也不紧不慢拿出了自己准备的礼物，一个不大不小的盒子。秦泽，该不会是随随便便找了个东西糊弄楚世瑶吧？楚世瑶随意拆开，一瞬间亚麻呆住了。那是纯金的一只话筒，全球仅此一只。这话筒当初可是上过拍卖会的，后面被神秘人1000万拍走了。当初错过了拍卖会，找了各种渠道，想要花更高价买下它，但都没找到买家，竟然出现在这，这该不会是假的吧？但楚世瑶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假的。秦泽，这真是送给我的吗？我淡定的点了点头。一个话筒而已。这话筒哪来的？我摆了摆手。之前拍走他的人认识我，就送我，想让我在音乐圈发展。不过我不会唱歌，就送你了。妈的，这秦泽真给他装到了。大家再次被我给惊到了，看来他们准备的礼物都没有这份讨楚世瑶欢心。一开始本以为是个无能的草包，但这几天下来，他似乎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我有些累了，就先上去休息了。翌日，今天是和楚静怡相处，她是一名医生。这楚静怡看起来清冷端庄，我来到楚家几天也没跟她说过几句话。我今天有2台手术，有点忙，你在办公室待着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想到这一待就是1天，我实在无聊至极，索性就离开了医院。一直到了第2天，轮到了楚佑熙，她是楚家最小的，如今还在上大学。因为今天司机请假，由大姐送我们。卧槽，大姐，我刚看到消息，昨天有人在死亡峡谷打破了你的记录。死亡峡谷是一条有名的赛车道，最快的记录则是1年前楚婉清创造的。楚佑熙别提有多崇拜他大姐了，如今竟然有人打破了这记录。大姐是个男人，可惜戴了头盔看不清样子。对了，你给我查查那男人是谁呗。此刻，一向爱好赛车的楚佑熙心里又换了偶像，这一定是个英俊潇洒的小哥哥，简直太酷了。楚婉清没有搭理他。抵达学校后，楚佑熙话锋一转：“乡巴佬，你是不是喜欢我3姐啊？你不会也是3姐的粉丝吧？”才没有，好好上你的课。楚佑熙嘟囔着嘴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没走一会，就被几个身穿校服的男生挡住了去路。为首的黄毛男子瞥了我一眼，不怀好意的开口道：“就是你喜欢楚佑熙？不喜欢。”黄毛男子指着我：“楚佑熙是我们学校的校花，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？你们听不懂话吗？我都说了不喜欢。楚佑熙知道你的存在吗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你配吗？”闻言，黄毛男人面色一僵，竟敢缠到佑熙学校来了，我们今天非得给你一点教训。顿时，黄毛为首的一群人摆着架势冲过来。楚佑熙得知秦泽被人堵了，想到爸爸的嘱咐，只能不情愿的前往。然而当他抵达后，却亚麻呆住了。看到几个鼻青脸肿的人跑过来，这几人都是学校的校霸，仗着家世显赫，总爱欺负人。我不紧不慢地走过来，他们要打我，我就把他们打了。没想到你这样的人竟然还有这么多追求者，这些人不仅脑子不好，眼光也不好。楚佑熙无语了，我就不该管你这个臭男人，亏我还那么担心你。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，我坐在操场上，肚子突然传来一阵疼痛，我捂着肚子，急忙奔向学校的公共卫生间。另一边，楚婉清结束了工作，助理走进办公室，总裁查到了，昨晚在死亡赛道打破你记录的是秦先生。你说是谁？一向面对所有事情都心如止水的楚婉清，此刻却十分惊讶。就是秦泽先生，他昨天不是和楚静怡待在一起吗？这结果真是出乎意料。秦泽这男人可真是有趣。就在这时，楚婉清手机响了起来。大姐，不好了，秦泽失踪了。大姐，不好了，秦泽失踪了，打电话也是关机，佣人也说秦泽没回家。闻言，楚婉清脸色一变，你去报警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说完，楚婉清就立即驾车到了学校，调取学校以及学校门口的监控，终于在下午5点的监控里看到了我的身影。我朝公共卫生间走去，身后不远不近的跟着几个身影，也就是说，我最后消失的地方是公共卫生间。楚婉清目光一沉，直接带人朝那个地方赶去。刚刚不是还挺有劲吗？你怎么不反抗了？你继续打我呀！真是个不要脸的男人，勾引我楚世瑶姐姐，看我不打得你心服口服。这些人多半是楚世瑶的私生饭，现在得赶紧想办法联系大姐才行。就在这时，保镖一脚踹开了门，男人的笑声戛然而止，看着门口的楚婉清，一脸不爽。你是什么东西，居然敢来坏我的好事？楚婉清抬眸扫了一眼，楚家护着的人你也敢动？看着眼前气质非凡的女人，身后的小喽啰忽然颤着声音开了口：“这好像是楚家大小姐楚婉清。”只要是看过新闻的人，都能够一眼认出这个经常在上面讲话的女人。她身后跟着一众保镖，个个身强体壮。相比之下，2个小喽啰就显得弱不禁风。楚婉清抬了下手，身边的助手瞬间领悟，立马将3人制服。刚刚还一脸嚣张的男人看到这样的场景，立刻害怕起来。对不起，我们就是一时冲动，等着负法律责任吧。都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秦先生，求楚小姐放过。楚婉清并没有理会他们的求饶，
警察押着3个人离开后，现场只剩下匆忙赶来的楚佑熙和扶着我的楚婉清。这个男人真会找麻烦，我怀疑他就是故意的，就是不想让我们安生。楚佑熙一想到回去之后楚父的责骂，心里就一肚子火。别说了，先把他送到医院吧。要送你自己送，我可不去。抛下这句话，楚佑熙气冲冲的离开。凭借着楚静怡这层关系，楚婉清很快将我安顿一下。楚静怡仔细检查了一下，眉头一皱：“他这是怎么了？伤得很重吗？”楚静怡轻咳一声：“他身上是有很多重击的伤，还有些轻微脑震荡。不过，他窜稀了，有些脱水，所以才会这么痛苦。”听到窜稀2个字，楚婉清尴尬的耳尖瞬间泛红。好了，我还有一台手术要去做，你就先在这里陪着他吧，一会记得帮他办理住院手续。他身上的伤一时半会好不了。我缓缓睁开眼，捂着还在隐隐作痛的肚子。我想喝水。楚婉清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我，看着我额角的汗珠，抽了张纸巾递给我。谢谢，不愧是我喜欢的人，挺细心的。秦先生，希望你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了。我之前就已经表达过我的态度。我撇了撇嘴，这么认真干什么？真无趣。我等会有个紧急会议，住院手续等会办好，你好好休息。知道了。楚婉清刚离开，我的电话便响了起来。泽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都没看微博吗？你被楚世瑶的私生饭绑架，楚婉清去救你，还亲自送你去了医院，被狗仔队拍下来了。现在网上都在传你跟楚婉清的事儿。我随手一翻，果然霸榜前3的都是这条重量级新闻，什么楚家大小姐心系未婚夫秦泽，2人暗生情愫。我皱了皱眉，找人把热搜撤了。这几天你先自己打理公司，有什么问题随时电话联系我。知道了。对了，私生饭我已经私底下处理了，他这辈子都别想从监狱里出来。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。还有楚氏集团想跟我们合作，利润挺丰厚的，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想见见来翔的总裁。我皱眉思索，为什么非要见我？我知道你不方便，所以我推了这个合作，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。好。我忽然发现自己漏掉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我跟楚佑熙去上课，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多少人知道。私生饭是如何知道我的准确地址，甚至卡着上厕所的时间绑架我。于是我就拨通了一则电话，让警局的人对那个私生饭进行盘问。片刻，我看着手机上传来江以诚几个大字，我目光冰冷。幕后黑手果然是江以诚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江以诚。那我们就走着瞧吧。第2天一大早，楚婉清再次出现在了病房。楚大小姐，这个工作狂连工作都不要了，来这里看望我，我还真是受宠若惊。别多想，是爸让我过来照顾你的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楚婉清抿唇思虑片刻，还是忍不住询问：你居然破了死亡峡谷的记录，你一个小镇来的人，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赛车？这个男人太神秘了，明明身世平平无奇，做出的事却一鸣惊人。无聊打发时间的东西而已。楚大小姐这么在意干什么？楚婉清愣了一下，看着我悠然自得的模样，心中的思绪逐渐扩散。先是跟顾梦琪有交情，认识身份不凡的德叔，又能弹得一手好琴，甚至于破了我在死亡峡谷创下的无人可破的记录。秦泽，我希望你不要存什么坏心思，看你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楚婉清这些话似乎是警告。过了几天，楚静怡照例来给我检查身体，恢复得很快，今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几天大姐没来看你吗？她来不来是她的事情，你问错人了。楚静怡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轻笑一声：爸让你跟我们5个相处，你对谁最满意？我挑眉笑道：你希望我说谁？楚静怡微微一笑：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问了，毕竟我对秦先生不感兴趣。说完这句话，楚静怡转身离开。下午，我自己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坐着楚家的专车回家了。秦泽身体恢复的差不多，有没有兴趣去楚氏集团去上班？闻言，众人反应不一。楚佑熙的意见最大，他不过是一个小镇上来的乡巴佬，怎么可能会处理公司的事情？爸，你别高看他。我看着楚佑熙跳脚的模样，觉得有些好笑。再怎么样也比你强。楚婉清此时却没有发言，她静静看着我，总觉得这男人仍有他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楚父板着脸看向楚佑熙，目光充满了责怪。就算秦泽是小镇上来的，你也不应该这样嘲讽别人的身份。这时楚世瑶却开口：我觉得可以让他去试试，毕竟整天待在家里确实会很无聊。楚世瑶因为收了我的话筒，对我多了一丝好感，此时此刻也是帮着我说话。楚婉清顿了顿，最终开口：让他先去公司实习看看，实在不行再给他找别的事情做。楚佑熙愤愤不平，可楚氏是楚婉清一手创办，他无法反驳，只能暗暗握紧了拳。我去公司，你好像很不高兴。你这个男人只会来麻烦，进了公司也不知道会搞什么破坏。我懒得跟一个小屁孩计较，于是不再跟他争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楚婉清便叫我一起去公司上班。我第一天去公司，被楚婉清放进了设计部，当了一个普通小员工。刚坐下来，一叠文件便被重重地摔在我面前的桌子上。好了，这就是你要负责的工作。12点之前把文件处理了，邮箱发给我。别以为空降有人照拂就可以偷懒。你确定这么多，我一上午能做完吗？我警告你，你现在的上司是我，别跟我搞什么花样。
不好好工作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走人。这就开始拿身份压人了，那你可就要坐我这个位置了。此话一出，刘杰的怒火瞬间涌了出来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对我指指点点？你打扰到我工作，没有能力的人迟早要被清理出去。我毫不在意，嘴角带笑，拭目以待。上午11点，我提前1个小时把文件传给了刘杰，可是没过多久便被打了回来。文件上毫无批注，只有简单粗暴的2个字：重做。我也懒得跟他再打交道，拿着方案直接去了总裁办公室。楚婉清正在办公，有事吗？我将方案放在他桌子上。楚婉清，你的部门主管觉得我的方案不够好，要不你亲自看看。楚婉清简单看了一下，随着卷页翻动，他的眼神逐渐发亮，思路剑走偏锋，以巧取胜，有些观点甚至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。这是刘杰交给你的任务吗？我微笑点头。楚婉清通知身边的秘书，叫刘杰过来。随后刘杰被叫来。总裁怎么了？这就是你交给一个新人的任务吗？刘杰浑身一颤，这1季度最重要的方案，你交给一个新人编写，打压下属。刘杰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扣你2个月工资。楚婉清从不轻易发怒，刘杰吓得浑身发抖。刘杰赌上职业生涯举报秦泽抄袭国外作品，却被我当场亮出身份，不料当众被打脸。在被楚婉清训斥后，刘杰气急败坏，恨不得撕烂我的嘴，却又不敢声张，只能心里暗暗较劲。刘杰走后，楚婉清这才看向我。楚总果然赏罚分明。楚婉清看着我没心没肺的笑脸，思绪翻滚。这个男人真是惊喜连连，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这2天刘杰受了处罚，遇到我也是夹着尾巴灰溜溜离开。但是看着他恶狠狠的目光，我心里总觉得他在憋什么大招。这时楚双宁坐在旁边，听说楚婉清为了你连刘杰都处置了，你这男人还真是重要呢。怎么楚副总羡慕了？秦先生真是爱说笑，我这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秦先生真有意思，怪不得能让楚婉清那个工作狂另眼相待。那行，我就不打扰秦先生喝咖啡了。楚双宁转身便离开了。另一边，我的方案得到了合作方的赏识，这1季度的利润不错。这边公司决定举办晚宴，这天我和楚婉清一同出席晚宴，门口早就挤满了新闻记者。请问传言中的2位暗生情愫是真的吗？那2位可以正面回应一下吗？楚婉清犀利的颜色扫过一片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住了口。趁这个短暂的空隙，楚婉清带着我直接进了晚宴。楚婉清到哪都是焦点，四周总是围了一群人来向她讨要经验。我自己一个人偷偷溜到一旁的休息处，刚坐下没多久，刘杰便走了过来。哦，这不是我们的大男主秦泽吗？怎么没陪着总裁一起？面上虽然是讽刺，眼里的嫉妒却盖都盖不住。刘主管最近没了工资，过得还好吗？秦泽，你别得意太早。楚婉清的青梅竹马江以成才是楚家认可的女婿，你不过就是个孤儿，怎么配娶最优秀的总裁？我可没有说过我一定要娶楚婉清，更何况我不配，难道你配？我告诉你，你早晚会滚出公司。有什么招式尽管来。一想到一会儿的计划，刘杰阴冷地笑了起来，开始进入今天的重头戏。楚婉清站上台，开始宣告公司这1季度的业绩。忽然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从角落里传了出来。我认为这1季度的业务有问题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的环境一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楚婉清将目光移了过去，神色淡定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举报秦泽剽窃策划案。你说他剽窃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刘杰一脸得意，直接将自己拟好的证据交了出来。我眯起眼，原来小丑在这等着我。这个设计的创意取自国外著名大学的学生刺猬的作品。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就是剽窃他的成果，一个是名牌大学，一个是乡巴佬，孰轻孰重，相信大家都分得清。听到这话，周围顿时议论纷纷。这个秦泽也太能装了吧，写不出来不要紧，剽窃算什么？这样的人怎么配留在我们公司呢？楚婉清避开这些人的目光，看向我。秦泽，你有什么辩解的？楚婉清看着我那双含笑的眼神，莫名感觉心安。似乎这件事确定不是你的错，但还是想听听秦泽怎么说。我笑着点头，没错，确实是借用了一点创意，你还挺细心。刘杰觉得这已经是志在必得的胜利。这个乡巴佬不学无术，现在还盗窃创意，这样的人怎么配留在公司里？总裁，我建议现在就将他赶出公司。那如果我就是刺猬呢？刘杰直接哈哈大笑起来。秦泽，你别搞笑了，你要是刺猬，我现在直接辞职走人，把高管的位置让给你。那样一个早早修完双学位的天才少年，怎么可能会回国在公司屈身当一个小小的员工？这可是你说的。刘杰势在必得。是啊，我说的。于是我慢慢走上台。婉清，帮我连接一下手机投屏。一顿操作后，屏幕上显示出手机画面。这时我拨通了视频电话。几秒钟后，一个慈眉善目的外国老爷爷出现在了屏幕上。这是曾经2次获得国际大奖的安德烈导师。众人顿时目瞪口呆。没想到秦泽居然会认识这样的人。我微微一笑。老师好，很抱歉以这样的方式打扰你。安德烈似乎并没有什么不高兴，看到我笑容满面。紫薇，你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我了，你这次打电话给我，
我很开心。抱歉，老师打扰你了。我们俩用谈笑风生，一群人都沉默着不敢说话。秦泽居然真的会认识这样的人，而且从安德烈导师口中可以得知，秦泽确实是刺猬。刘杰的心情一下子崩塌了，他不可置信地盯着屏幕。我挂断电话，看着面如死灰的刘杰。刘杰，我借用自己的创意，难道还要被说成剽窃吗？刘杰张口说不出话。楚婉清的心已经不能用震撼来形容了。果然，这个男人总是会给我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。刘杰，今晚你就去财务部领工资走人。楚婉清一句话结束了刘杰的命运，这场闹剧圆满结束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下楼吃饭，一众人的目光变得十分诡异。真是没想到，原来你竟然还是个高材生。我坐下不去理会他的嘲讽，楚府瞪了他一眼。好了，你少说两句。今天是周末，所以我决定我们全家一起去爬山。5个女孩脸上都有点不情愿。爬山又累又晒，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有几场手术要做，可能不太方便。楚静怡站起身准备离开，却被楚府一把喝住。怎么？你们医院除了你，难道没有别的医生了吗？这下正准备找借口开溜的楚诗瑶和楚佑熙都止住了口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一会儿就出发。楚父的命令谁都抗拒不了。随后我们一起去了当地最有名的景点。到了现场，我一眼就看到了江以诚。楚母见到江以诚，笑得嘴都合不拢。江以诚，你居然真的会来，我还以为你不过来了呢。伯母，你都说了，我怎么可能会不来呢？一路上，楚婉清都默不作声。楚婉清，多笑笑，会越活越年轻。他并不理会我的调侃，只顾看着远处的风景。突然，我没注意踩到了一块石头，一下子崴到了脚。怎么了？扭到脚了？不能走了吗？楚婉清见我痛苦万分，便伸手将我扶了起来。我清楚地闻到她衣服上薄荷的清香，耳间顿时通红。其实我自己可以的。头肿成这样了，还嘴硬？楚婉清冷着脸，山上有医院，到时候可以让季姨给你消肿。一旁的楚双宁见状勾起不怀好意的笑。楚婉清，真没想到，原来还真有你在意的男人。万年铁树终于开花了。少说废话。这秦泽真矫情。江以诚看着楚婉清扶着我，心里嫉妒的要死。怎么了？你好像有点不开心。婉清，她会不会喜欢秦泽呀？放心，江以诚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上了山，我被送到临时医院里治疗。趁着一群人都不在的功夫，楚母进了我的病房。秦泽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伯母，你说。你最近跟婉清走得好像很近。楚母似乎是不经意提起了这句话，但是我一点就通。没有啊，我跟楚婉清没怎么聊过。楚母一脸正色。我以前就说过，我希望婉清的夫婿是江以诚，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，我都不可能答应你们在一起。这是来敲打我。伯母，你放心，我对楚婉清没什么想法。没有最好。楚母说完这些，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其实啊，我另外4个孩子也十分的出色，你可以在他们几个里选一个。秦泽，你是聪明的孩子，应该知道该怎么做。这边楚母刚走，楚双宁便推门而入。秦先生，好点了吗？楚双宁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边，好像我们十分熟。我表情淡然。楚二小姐有何贵干？我这不是来关心你一下吗？楚双宁露出笑容，真真假假看不清楚。我记得自己跟楚双宁没什么交集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估计没安好心，有事就说，不用藏着掖着。那如果我说我对你有点兴趣呢？你自己觉得说的话可信吗？楚双宁微微俯身，笑容越发扩大。怎么这个都不信？你这样让我好难过呀。请自重。秦泽，我可是认真的。就在这时，楚婉清推门进来，一眼便看到了我们暧昧的姿势，她眸色暗了暗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这样的场景多少有点刺眼。楚双宁看着他的微表情，心里一阵窃喜。不打扰，都是来看泽哥的。难道楚双宁对秦泽感兴趣？楚双宁成功隔应到了楚婉清。注意身体啊！楚双宁在离开的时候也不忘调侃我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各怀心事。楚婉清也顿时被这一幕弄得失去了探望的兴趣，便转身离去了。我也因为受了伤，被送进了楚静怡所在的医院。楚父罕见地敲开了我病房的门。秦泽，现在身体好点了吗？都怪那几个不成器的孩子没能好好照顾你，害你受伤。伯父，这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自己不小心，不关他们的事。秦泽，你放心，如果谁跟你结婚，我就给他楚氏20%的股份，还有京都20套别墅，没有人敢亏待你们，这是楚府的承诺。我听了心里发酸，感动渐渐蔓延。门口的楚静怡刚要敲门进去，听了这些话，整个人愣在了当场。嫁给秦泽竟然可以得到这么多东西，我们5个人每个人只有5%的股份，嫁给他居然有楚氏20%的股份。楚府又嘱托了几句，接了通电话，急匆匆的离开。楚静怡等情绪稳定，这才进去。她走到我的身边，伸手捏了捏我的脚踝。这里还疼吗？我却有些莫名其妙的不自在，感觉好多了。没事就好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记得随时打电话给我。这样细致入微的关心让我有些不适应。以前对我万般介意的楚静怡，怎么突然转了性子，开始对我这么在意？我在医院的这几天，楚婉清一直都没有来看望过。最近正是公司平稳发展期，事情应该不多。思来想去，楚婉清应该是上次那件事故意躲着我。于是我身体恢复上班的那天，特意要坐楚婉清的车。楚总人这么好，
搭一下车应该不介意吧？为什么不坐楚双宁的车？楚婉清冷声道：“就是喜欢你的，快开车吧，一会儿要迟到了。”说不过我，楚婉清无可奈何，只能送我上班。一路上，我的目光都在窗外。楚婉清还是忍不住开了口：“你跟楚双宁是什么关系？”没什么关系。楚婉清犹豫地问道：“那你们那天……”我微笑地看着他，听信一面之词，这可不是你楚婉清聪明程度应该做的事。楚婉清一愣，听出了我话中的意思，忍不住嘴角上扬。我一脸趣味地调侃他：“这么开心，楚婉清，你这么在意我跟别人的关系，你不会是喜欢我了吧？”楚婉清脸色瞬间变红，你话真多。我禁不住哈哈大笑。楚婉清居然也会脸红。避免我再说什么难以接上的话，楚婉清猛踩油门，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公司。喂，你慢点。到了公司，我立刻发现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江以诚坐在设计部主管的位置上。见到我来，立刻满脸微笑的开了口寒暄：“秦泽，你来了，身体已经好了吗？”“还行。”婉清说她部门少一个总监，就让我来了。你不会不欢迎我吧？当然不介意，江先生可是要娶总裁做夫人的人，部门总监而已，不算什么。江以诚的脸色一下子刷白。秦泽，我也是害怕你心里觉得不满意，毕竟我一来就成了主管，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，难免会心中不服。江主管跟我寒暄这会儿功夫，2个策划案都写出来了吧？多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公司上，少做毫无意义的事。两人不欢而散，我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，开始认真工作。到了中午，我去楚婉清办公室商讨方案的下一步计划，却看到江以诚在办公室里缠着楚婉清。婉清，中午了，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吧。我站在门口，刚要转身离开，被楚婉清一把叫住。秦泽，进来吧。我在这里不会打扰到你们吗？少废话，你过来，我们商讨一下这个方案。这明摆着的拒绝让江以诚有些不知所措。从来没拒绝过我的楚婉清，今天居然会为了秦泽把我晾在一边。婉清，明明是我先约你的，公司的事我要优先考虑。有问题吗？江以诚又被拒绝，默不作声的离开了。我看着他落寞的背影，心里忍不住发笑。你确定就这么伤害你的小猪吗？楚婉清瞥我一眼，看方案。我笑了笑，看来楚双宁说的没错，你还真是个工作狂。楚婉清没有再接我的话，低着头看方案。两个人改过方案，已经是下午3点，我肚子忽然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。走吧，带你去吃饭。楚婉清带着我去了一家平日里自己最喜欢的面馆。楚大小姐居然也吃这种东西。楚婉清哪怕是吃面，一举一动也是充满贵气。那你以为我平时都吃什么？不过我也很喜欢，小时候天天吃，我觉得什么饭都比不上我爸做的那碗面，可惜物是人非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楚婉清默不作声，心情却被轻轻搅动。这是她第一次听我聊起来自己家里的事情，虽然浅浅带过，但是她还是感触颇深。我们回了公司，我刚准备坐下工作，身边的一个同事便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秦泽，你快看热搜，你出事了！”我心里一紧，打开热搜扫了一眼，硕大的热搜刺眼夺目。秦泽和楚家有婚约，同时和外国女人有亲密交集。秦泽表面乖巧，实则海王。微博里还有一张模糊的图片，那是我国外留学和师姐一起吃饭的照片。我心里划过一丝冷意，我几乎可以确定这是谁在搞鬼。我立刻打电话给顾梦琪，让他撤热搜。与此同时，我也被楚父楚母立刻叫回楚家。楚母上来就是劈头盖脸的训斥：“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好孩子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一个人。”我皱眉没有反驳，都是误会。楚母怒气冲天：“你可以不喜欢我的女儿，但是你怎么能一边答应跟我的女儿们好好相处，一边跟别的女人偷偷谈恋爱？你对得起你伯父吗？”我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不解释清楚，可能楚府也会因此心灰意冷。楚佑熙早就看不惯我，冷笑道：“秦泽，证据都摆在面前，你还是承认了吧？秦泽，证据都摆在面前，你还是承认了的吧？”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那个人只不过是我的师姐。秦泽，就算是师姐这么亲密的举动，应该也是关系密切的人吧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居然还在狡辩？楚府微微皱眉，心情复杂。秦泽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跟那个人？我淡然开口道：“伯父，这个人只是我的师姐，如果你不相信，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。”楚母唇角勾起冷漠的笑：“打电话可以证明什么？到时候你们2个串个工，不就可以瞒天过海了吗？”就在这时，一边刷微博的楚世瑶惊讶的开口：“啊！你们看热搜，有个人发了一条长文，是个美籍华人，跟照片里的女人一模一样。我已经有未婚夫了，并且今年6月就要结婚。我对秦泽当做邻家小弟弟，照顾他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，所以没必要过于纠结。希望各位网友可以嘴下留情，放过这个小伙子。”夏冰学在国外知名度很高，他的话自然没有人敢轻易反驳，于是风向一下子改变，甚至还有人开始猜测拍这张照片的人是谁？是谁这么无聊想陷害秦泽？刚刚还气势汹汹的楚母一下子就熄火，楚府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果然，我就知道我的眼光是不会有问题的。楚佑熙也有些尴尬。
他摸了摸鼻子，倔强道：“对不起，但是我还是不喜欢你。”我毫不在意地瞥他一眼。好了，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就不要再追究这件事情了。楚婉清站在不远处看着我，心里有些不一样的感觉。你也觉得我跟别的女人有染？楚婉清默默不说话，算是默认了这件事。她承认确实是有些在意。这场风波结束，我立刻让顾梦琪去查背后是谁在搞鬼。果不其然，是江以诚买通记者获得了这个照片，并且发在了网上。都怪上次好心放过了他。顾梦琪通知下去，与江氏的合作全部取消，赔偿违约金无所谓。顾梦琪冷着脸，果然又是江以诚，你放心，泽哥，我这次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。当天这件事就上了热搜，蓝翔公司发布通知，禁止与江氏合作，这也引起了楚婉清的疑惑。这次秦泽出事，江氏也遭遇危机，难道是顾梦琪在报复江以诚？这天我刚刚敲定最终方案，此时我准备离开，楚婉清忽然叫住了我：“江氏出现危机，是你在从中操作吗？”我一顿，怎么？你觉得我有这么大能耐，可以搞垮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？楚婉清沉着一张脸，哪怕你没有，可是顾梦琪有。秦泽，江以诚可能是有点不惹人喜欢，可是你没有必要去这样对他。我目光一冷，楚总还真是关怀备至，甚至已经为他兴师问罪了。楚婉清皱眉，他明明不是这个意思。还有，江以诚真的有你想的那么单纯善良吗？楚婉清想到小时候江以诚踩死一只蚂蚁都要难过好久，压低了声音。我觉得他本性不坏，已经到这种地步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。江氏出现危机是他自己的问题，如果楚总非要去思考到底是谁在搞鬼，不如打点蓝翔的总裁问清楚，而不是在这里为难自己的员工。甩出这些话，我转身离开，留着一脸委屈的楚婉清。马上就是楚氏的周年庆宴会，到时候会邀请很多名流贵宾前来共同参与。楚婉清便将策划宴会的任务交给了江以诚。路过的我听到这件事，冷笑道：“喜欢江以诚啊，怪不得怎么样都要维护人家，原来是心有所属。”下班后，我直接去找顾梦琪去酒吧喝酒。你居然也会心情不好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楚家那群人欺负你了？我端起酒一饮而尽。我上次都说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很快便有些醉意。顾梦琪来玩真心话大冒险，谁输了谁就去聊一个人。来呗，谁怕谁？第一轮顾清寒输了，他直接端着酒到一个男生身边，没一会儿就要来了联系方式。第二轮我输了，我摇摇晃晃站起身，直接往人群中走去。人群里，楚婉清看着我喝醉的身影，皱起了眉。这是秦泽。我在人群中晃了一圈，最后落在了楚婉清身上。你长得最好看，就你吧。很显然已经醉了，已经完全分辨不出眼前的人是谁。美女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俯身在楚婉清身上，摸着她的秀发，有些上头。楚婉清忽然有一股恼意，她扶着我坐在沙发上，目光冰冷。秦泽，你想干什么？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迷糊开口：“什么？楚婉清啊？算了算了，我不玩了。”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却被楚婉清一把按下。老实点，你喝多了。楚婉清直接扶着我往楼上房间走去。你这样喝多了乱跑容易出事。我已经醉得差不多了，此时此刻开始说起了胡话。楚婉清真的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人。楚婉清听了这话，目光沉了沉，她知道我喝醉了，于是试探性地问道：“为什么讨厌楚婉清？”听到这个问题，我来了劲，开始倒苦水。他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，还帮着别人欺负我？我可太委屈了。楚婉清无奈道：“他一直都很在乎你，没有欺负你。”你骗人！他喜欢江以诚，所以他一直帮着江以诚欺负我。楚婉清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我，看起来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，一举一动都让人有些心疼。放心，以后他会相信你的，也不会欺负你。他一直都很在乎你，不会欺负你的。可是他喜欢江以诚啊，他以后还是会帮着江以诚的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彻底失去了意识，沉沉睡去。楚婉清看着我熟睡的脸，轻声道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江以诚了？放心，不会的。”第二天醒来，我头疼的厉害，摸出手机一看，99加的消息和无数电话，全是顾梦琪打来的。我先给顾梦琪发了条信息，让她安心，然后开始回忆昨晚的事情。昨天好像和楚婉清见面了，然后还疯狂调戏她，后来想不起来了，算了。先去上班吧。简单洗漱了一下，便回了公司。因为江以诚策划晚宴的活动做得很不错，再加上他和楚家5位小姐青梅竹马的身份，获得了一众人的吹捧。江总监，你应该跟我们楚总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吧？看来楚总是真的很喜欢你。我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，默默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可是还是会听到他们的闲谈。这时候有人不合时宜地问了句：“可是秦泽不是楚家的未婚夫吗？他万一到时候选择楚总怎么办？”江以诚突然听到这个，脸色一下子拉了下来，可为了自己的形象，只能笑了笑。秦泽不喜欢婉清，他上次告诉我了，你说是吧，秦泽？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向我，我听着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江先生，我跟你不熟，怎么可能会告诉你这个？江以诚没有想到我会突然过来，脸色十分不好看。你上次就是这么说的，你要是反悔了也没关系，毕竟婉清的。怎么，我不能喜欢楚婉清吗？江以诚的话堵在了嘴边，尴尬的说不出话来。恰好这个时候楚婉清过来，她笑着走了过去。婉清，今晚的晚宴我已经布置好了，
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楚婉清依旧目光清冷，看向不远处的我。秦泽，今天迟到扣3天的工资。我亚麻呆住，楚婉清避开我的目光，跟着江以诚去看会场。半小时后，秘书忽然来到了我的身边。秦先生，总裁让你去一趟办公室。我一点都不想跟楚婉清接触，可看着秘书为难的模样，也只好答应。叫我有事。楚婉清指着桌子上的礼盒，淡淡道：“今晚的晚宴，你陪我参加。”楚婉清这是邀请我做她的男伴了。虽然语气有些板上钉钉的强硬，我有些讶异。邀请我？你这小竹马可是要不高兴。楚婉清皱皱眉，不想废话。这是你今晚的礼服，记得换。我双手环胸，一脸笑意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就改扣半个月工资。好吧，你赢了。我一阵无语，抱着礼盒转身走了出去。楚婉清看着我离开的背影，回想着刚刚强硬的话，感觉自己最近好像有些不理智。江以诚看着我从总裁办公室走出来，怀里还抱着一个巨大的礼盒，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秦泽，你给我等着！到了晚上，我拿着盒子去了卫生间，准备在这里简单换个衣服。刚打开盒子，便发现自己的礼服被剪得破碎，一看就是有人故意为之。准备出去临时买一件新的，却发现洗手间的门被人反锁。刚拿出手机，发现手机也是没信号。手机怎么没信号？像是厕所装了屏蔽器一样。秦泽，看你怎么跟我斗，好好感受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吧。这边的楚婉清穿着一身靓丽的礼服，气质无与伦比。楚婉清等了半天也没见到我的身影，心下有些不安。她拨通电话，听到关机的提示音，更加不确定了。正准备去寻找时，江以诚忽然出现。婉清，你在等人吗？楚婉清点点头，目光仍然落在别处。江以诚看着她，有些魂不守舍的模样。婉清，刚刚我碰到秦泽了。他说他要先去上个洗手间，怕耽误时间，所以就先让我们进去。江以诚话说的情真意切，似乎真的得到了我的嘱托。楚婉清点了点头，跟着江以诚一块走了进去。门口围着的记者对这两人便是咔咔猛拍。江以诚为了营造舆论，还故意往楚婉清身边靠了靠。没过多久，门口忽然又传来了骚动，一点也不逊于当时两人进来的场景。楚婉清心里有些疑惑，静静地看着走进来的两人，笑得如沐春风的楚双宁还有秦泽。我身上穿着的那件西装是黑色，看上去犹如浑身贵气的翩翩公主。楚婉清目光中冷意弥漫，她送的那件礼服是白色的西装。难道秦泽是真的讨厌自己，才会放了鸽子，还跟楚双宁一起进来？大姐，你们来的这么早。江以诚看到我完好的站在这里，甚至穿上新的衣服，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。江先生看到我站在这里，怎么这么惊讶？没有，就是看你们两个一起过来，有点惊讶。我回过头看了一眼身边的楚双宁，笑了笑。多亏楚二小姐及时相救，不然我还在洗手间里出不来呢。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缺德，弄坏了洗手间的门锁，还剪坏了我的衣服。江以诚紧张地攥紧拳头，挤出了一丝笑容。那人确实是可恶。好了，晚会快要开始了，没事就行。